尿短赤、尿淋漓、尿涩痛3金牌3金片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小石头，姑娘别动，动得死。尿短赤、尿淋漓、尿涩痛3金牌3金片，邀您观看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。天一的后事了毕，我们也应该动身了。我看这外面的雪还得下一阵子呢。明日一早动身，我们还要尽快的将证据送回京城呢，也算是了却天一的心愿吧。马和亮都是准备好的，随时可以上路。温柔，来，把面吃了。来，再不吃面就凉了。吃面。小石头，你手怎么这么凉？屋里太冷了吧？过一会儿就暖和了。来，先把面吃了。师父说了，要想好好活着，就好好吃饭。小石头，等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走了。我知道，你不会因为师父的死而责怪我，可是我没有办法不责怪自己。师父离开了，你我都很难过。可你为了让我安心而强颜欢笑，更让我难过。如果你在我面前不能提师父了，不能想师父了，那以后的日子，你一定不会过得开心。此事已成我们的心结，却又不敢触碰，也不能触碰，只会让彼此更痛苦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先分开。这心结，留待时间去化解。这是我的选择。虽然我已经做了决定，但离开你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对我来说，你是我在江湖中找到的最珍贵的宝物。我从未想过会遇到一个人，能让我的生命变得如此绚烂，又如此宁静而美好。过往种种，与你相处的每一个画面，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回忆。我们曾一起看过无边的大海，见过漫天的大雪，也见过无垠的星空。
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最美的江湖。小石头，小石头，小石，小石，小石，少了一匹马，温柔姑娘应该骑马走的，可这半夜下了雪，马蹄儿全被盖住了，根本不知道去了什么方向啊！趁着下雪的时候赶路，路线会被遮盖，很难追踪。这还是我教他的。我见过不少看上去很柔弱的女人，但她们要是一旦犯了浑，你用10匹马也拉不回来，更何况是温柔姑娘这么有主意的。我看啊，她是铁了心想走了。照我说，就算她远走天涯海角，可天涯海角能有多远呢？你和她有天生的缘分，上天一定会让你找到她的。我要是把她留在身边，她也不会快乐的。我应该尊重她的决定，更何况以我现在的处境，她要是能离开我，或许会更好。这该怎么说呢？你呢？你咋办啊？我是个通缉犯，天大地大，但我能去的地方却不多。我打算按照原定计划，先去关外。也好，诸位兄弟，刘大人就拜托你们照顾了。诸位保重。兄弟保重，保重。保重。顾盼白首，无人知。天下唯有，地非亲。大地无边，山高海阔。一旦离去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束缚得了我。可若是心藏汉室，人又怎么能真正得到自由？我的江湖还未尽，可它不在前方，而是在身后。该来的全都来吧，我不躲也不避。生要自由的生，死也要自由的死。
小石，原来是你呀！小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决定跟随你们，护送刘大人回京，打扰了。对付蔡襄有多艰险，你应该明白。而且你现在还是个被通缉的人，义无反顾。好，咱们一起上京。走。苏梦枕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苏梦枕，江湖英雄之巅，以他的声望，如果死在牢里，江湖必反；如果死在外面，江湖必乱。但如果他死在金风细雨楼里，那就是他命里该有的劫难。我就是他的劫难。王小石还活着，这是我目前最大的盼头了。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回来。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老三的安危，你早上去上炷香，顺便替我保佑他平安归来。好。你骗得了他们，骗不了我。就算王小石还活着，能重返京城，就算事情还有所转机，可到那个时候，我担心你这个身体。你说的没错，白超飞狼子野心，他是憋不住的。公子，你会死在他手上。我曾经说过，这世上能杀我的，只有我自己。但我错了，还有一个人。谁呀？你。啊？独立三边境，轻生一剑指。当你听到这句话，不要犹豫。下手杀我！明日，你去北营的林子替我采些梅子。我想做崇安二世的国府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做，你替我去。楼主，楼主，楼主，来，楼主，我去找大夫，找大夫。别找周大夫，久病成良医。我的身体我自己最了解。我也写信给洛阳王，让他送迷药过来。算起来，药明早就会到京城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楼主。那我明天派人去城外去迎迎温家的人，好不好？你亲自去吧。有了温家的药，我的身体便可以好转。哎，好，好。那楼主，我先送你回房间吧。来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
早些休息。白公子，您要的东西给您带来了。好，白公子，苏梦枕已经是个废人了，以白公子的身手，杀他岂不是易如反掌？哪还需要这一纸文书啊？那你可就错了，他可是苏梦枕啊，杀他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一招毙命，不能有半点犹豫。但我现在有了这份文书，就是最好的时机。是，下去吧。那么多人想杀苏梦枕都杀不了，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？你跟我说这些，到底是希望我杀了他呢，还是不希望我杀他呀？要不这样，我们测一测，看看天让不让我杀他。怎么测？我随便指一个字，只要是双数呢，那我就杀了他；但如果要是单数的话，我就念在我们以前是兄弟的份上，考虑放他一马。开始了啊！梦。看来我和苏梦枕还真是有缘呐。梦这个字一共13画，你处心积虑的想要杀掉苏梦枕，天却不让你这样做。但我不信天，我只信我自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这就是天意。以前是欲杀苏先杀白，但现在能杀他的只有我白朝飞。你真是疯了！我是疯了。那你呢？你呢？你面对你的杀父仇人，可你心里还爱着他，但不杀他，你心里又不痛快，就这样反反复复。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疯。
御。哼，关着他们，却挡不住我们手里这份相爷的手笔。进去看看。吴会主事，楼主的令牌您带了吗？哟，怎么忘带了？这温家人不认得我们，得有令牌证明身份。走，往回去取。走，好。去，去，去。你终于来了。是啊，我终于来了。金风细雨楼，你一出生就在这儿，可我来到这儿却用了这么多年。今天我带着相爷的手令过来，可你给我唱了一出空城计。话说，你怎么不逃啊？是你说的，你我出身不同，我生于此，为何要逃？准备好杀我了是吗？我还没说出口呢，你就知道了。呼吸，人的气息也是一种语言。你说话时，不自觉的深呼吸，是压抑紧张，而你绝少这么紧张。除了杀我，我想不到第二个理由。看来做兄弟久了也没什么好的。对方什么秉性，你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但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我是很紧张，但同时我也很兴奋，因为杀你苏梦轸，我想很久了。你为什么想杀我？是因为现在另有靠山，要向新主表忠心吗？少年子弟江湖死，你作为江湖第一人，你应该知道这规矩啊。不对，这不是你要杀我的理由。你想杀我，是因为你心里恨我。我当然恨你，自始至终你拿我就像一条狗一样，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。但我受够了，我今天就是要用你的命，作为你不重视我的代价。问你一件事，能不能够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放我一马？你说什么？你是在向我求饶吗？是。苏梦轸向我求饶？看在我们的结义之情，
看在我是一个油尽灯枯、什么都不剩的病人，我在此向你求饶。可你要是聪明的话，你是不会在此时此刻说这句话的。一个聪明人怎么会沦落至此？老二，我这一生做楼主，可有不配之处？没有，只是我太想做这江湖第一人了，所以我必须要除掉你。好，好，那做朋友呢？我有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？有，自始至终你对王小石都比对我好，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兄弟。今天我让你跟我一战，是我瞧得起你。苏梦真，你应该感谢我。你的话让我相信，我把希望寄托于王小石是对的，不让你掌权也是对的。我让你放我一马，只是想再试一试。既然你我已无转圜之地，那我也不必手下留情。你紧张是对的，因为直到此刻，你也未必能杀得了我。那我想试试。这是白愁飞的人马。白愁飞，我们杀进去。不，我这辈子都是急脾气，现在急不得。这样，我先潜进去，探个究竟。你留在外面，一有消息速破军师。是。走。你就剩半条命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曾经说过，有的坎迈过去，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
苏梦辰，原来杀你也没那么难。最好的敌人，也是最坏的敌人。那就让我这个最好的敌人送你最后一程。苏梦辰，苏梦辰，苏梦辰。这边，都找仔细点儿。是。大人，没有。走。白楼主，在湖兴亭抓到了主事石无愧。苏梦枕在哪儿？你杀了我，就别想知道我们楼主在哪儿。那你就乖乖的说出他在哪儿，也好少受一场抽筋剥皮的罪。你配吗？如果我想说的话，我会跟你们主子白老二说。那我倒要听听看了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说你是苏梦枕的死士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出卖他吗？接着给我搜！朱姑娘，楼主他被白愁妃杀了，西域楼也被他占领了。军师，白愁妃围攻金凤西域楼，楼主身死，尸体下落不明。
其实西楼已经回不去了。怎么样了？暂时还没找到，其他的兄弟们还在找，增援的人也已经到了，能把整个金风细雨楼都搜个遍。那密道里呢？密道通向湖水，又连着汴河，地下水系四通八达，进去了如同鱼入大海，根本不知道通向哪里。但他那伤势应该是跑不远了。恭贺楼主！白楼主，从今往后，整个江湖都听从您的号令。放出消息，苏梦枕已死，秘密搜捕。是。即刻起，即使掀翻京城每一片瓦，搜遍江湖每一寸土地，我都要找到苏梦枕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楼主，您把苏梦枕伤得那么重，肯定必死无疑。他的尸首我们一定很快就能找到。还有，苏梦枕的房间给我清出来，凡是他用过的、碰过的，全都给我烧了，一件不留。还有他屋前那棵桑树，也给我砍了。是。拜父了。楼主，以后哥族每一条消息，第一时间交给我。是，楼主。
一刀一剑，一声苦苦追问，一笑一剑。